大家好，我是达尔。今天这部影片要带大家完成在墓地平原大世界的全探索。虽然我们在前一部影片已经先完成塔之阵的全探索了，但是我相信还是有些玩家会想完整搜集墓地平原的一些道具，所以这部影片我们就来把墓地平原的一些探索给完成。那我们从南往北，首先往墓地平原东侧的森林出发。在森林大概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遇见一个红名敌人。击倒这边这个叫做兽爪罗格的敌人，可以获得他的武器野兽爪。再来，我们沿着森林的路一直往东边走，这里我们会抵达一个叫做位极教堂的地方。守护着这个教堂的是一个精英级的敌人。击倒这名敌人之后，可以获得黑铁大锤或者黑铁大盾，这两个掉哪一个是随机的。然后在教堂的前方，则可以捡到一个幽影树碎片。那位极教堂旁边还有一个稍微比较特殊的道具，我们往西北方向看。这里会有一个蛮明显的敌人，他高举着一个火把。我们来到这个洞窟里面，把敌人击倒，可以在旁边的地上捡到一瓶玛利亚的四符，这个应该是一个一次性的药水，可以恢复我们全部的生命值跟异常状态。好，那位极教堂的探索完成，下一个地点我们去到火吻废墟。从传送点出来往后走，我们进来探索火吻废墟。那这边是可以骑着马探索的，然后这边也不会有任何精英级别的敌人，或者说不会有任何击倒之后有特殊掉落物的敌人，所以主要就是这个废墟里面的探索。那在废墟1楼捡到幽影之地的卢恩，接着我们到它的2楼，2楼对面的屋子会有一些幽影士兵，我们跳到那上面。那这里的主要探索其实就有一个道具，我们从2楼经过上面的那一堆破布，然后到对面的这间屋子，这里会有一个门可以推开，进去门里面可以捡到这边的主要武器借错刀。那从这扇门出来，我们往右走一点点，这边会有一个地方可以跳下去。下来后，旁边的屋子会有一个尸体可以捡黑火蝶，不过这个不是很重要的道具。重点是我们从这边再继续往下跳，在下面的尸体则可以捡到大卫胡石的制作笔记，然后从这边再下去，在道路旁边的一个尸体上则可以捡到大军猎狐。那上面可能还有一些小素材，像是换钩指药，我觉得没有到超级重要，所以就不带大家一一探索了。不过火吻废墟这边的探索还没有结束，这次我们往火吻废墟的正东方探索，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坐在那边的灵体的前方，那边会有很多的墓碑，然后那边会有一个举着葫芦罐的敌人，把这个举着葫芦罐的敌人打倒，然后捡他的掉落物的话，可以获得幽影树碎片。那我们从这个获得幽影树碎片的地方往东南方向前进，一路前行走到地图大概这个位置，会在这边看到一个雕像，雕像的下面则可以捡到一个灵灰。那最后再回到火吻废墟，我们前面的这个柳条人，大家有能力的话就也可以把它给干掉。那我自己跟他战斗的打法就是先想办法靠近他，避免他踢石头过来，我觉得这个很难躲。靠近他之后，他的攻击会变比较好躲。假如说他抬一只脚的话，我们就起码跳2下就可以躲开他这个攻击了。然后假如说他不是只抬一只脚，而是同时抬2只脚的话，就是2只脚都冒火焰，那这边我就会把距离给拉比较远一点点，因为靠太近跳的话还是会被波及到，拉远一点跳的话就可以躲掉这个攻击。然后我们打他虽然看起来造成的伤害没有很多，但是他打一打之后会陷入倒地的状态，这个时候绕到他的身前，找到他的脸，对他的脸进行攻击，可以造成非常大量的处决伤害。当然说起来容易，我自己还是死了几次之后才有办法打过这个敌人。击倒他之后，他的掉落物则是入滴，这个弹反入滴还蛮好用的，会让你的防御反击变得蛮强的。击倒完柳条人之后，我们同样从火吻废墟的4伏点出发，往东北方向走。大概在地图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山洞，山洞里面可以捡到一个绘画神之塔，之后到指定位置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奖励。从山洞出来，我们往北方探索。在前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像是信徒一样的敌人，他们前方的这个小庙里面可以捡到一把武器反手剑。火焰废墟的探索完成之后，我们就一路往北走，从3岔口十字标记往北方探索的途中，在地图大概这个位置，我们还可以捡到一个勇猛十字战的战徽。最后在道路最北侧，我们可以解锁大桥北方的传送点。我们先从大桥北方往西探索，在西侧这边的湖会有一只灵火龙，灵火龙前方的一个尸体还可以捡到一把大刀。那灵火龙我自己对付的方式就是一直骑着马往它身体下面去钻，除非它在脚下放灵火，不然钻到它身下可以躲掉绝大多数的攻击。击倒它之后也可以获得一个龙心脏跟古龙岩锻造石。那我们从击倒灵火龙的地方一路往西，
西侧这边有一个贝瑞特煎熬，下一部影片我会带大家完整攻略这个地下城。从看到煎熬的地方往北走一点点，大概到地图这个位置可以看到一堆守灵鸟，在这些鸟的前面的一个尸体上面可以捡到守墓鸟的盔甲。捡完东西之后，我们回到大桥北方。大桥北方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探索。首先从大桥北方出来，我们往西北侧一点点走，就是从上面那一堆房子治病村的侧面向下探索。这下面会有一间房子，里面可以捡到一个大卫胡适的制作笔记，具体位置大概在这个地方。然后我们再一次传送回大桥北方，这次我们往正北方向的治病村探索。这个治病村一样没有任何精英级敌人，里面只有温馨几个道具。首先在第一间房屋可以捡到一个毁坏卢恩。离开这间房屋之后，我们就要一路上到治病村最上面的那个房屋附近。房屋里面本身是没有东西可以捡的，但房屋外面会有一个死尸，他身上会有疾病护符可以捡。捡到护符的地方，侧面还可以跳下去。我们会在下面看到一个雕像，雕像身上可以捡到灵灰。捡到灵灰的位置正后方，就是不要爬上去的地方，会有一条小路可以走。这条小路出去还会有几个道具可以捡。往西南方向一直前进，可以来到一个叫做旅人的破屋的地方。地图位置大概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可以在这间破屋里面捡到2个燃炉面具跟一个大卫胡适的制作笔记。好，那这样治病村的所有探索就结束了。最后我们去到崖上道路的终点，把眺望镇还有恩惠教堂的东西也探索完。那假如说有人还没有解锁崖上道路这个传送点的话，它基本上就是从三岔口十字记号沿着悬崖边一路走，就可以抵达这个传送点。走法大概是我画的这个红色箭头。那这个崖上道路3个方向都有东西可以探索。我们先往西侧这边会有一堆墓碑的地方去探索。从传送点出来，沿着西侧走到底，这边会看到很多墓碑，跟前面一样，这里也有一个举着葫芦的敌人。把这个敌人击倒的话，就可以从他身上拿到幽影树碎片。在击倒他的后方，还可以捡到一个01墓地铃兰。接着我们传送回传送点。这次往传送点东侧这边有一个湖的地方去探索。我们来到这个湖旁边，会看到很多乌龟，在乌龟后方会有一个雕像，在这个雕像身上就可以捡到灵灰，大概在地图这个位置。我们从拿到灵灰的地方往几乎是正南方向去进行探索。往上走一点点，在地图的这个位置，我们会看到一个吉物虫，这个是我们前一部影片里面安帕赫提到的木耳的同伴。我们跟这个吉物虫对话，可以获得2号的吉物虫制作笔记。那我们再一次回到前面的这个传送点，这次出发到中间的眺望镇。笔直往前进，我们就来到眺望镇，然后需要通过旁边的一些布条来爬到眺望镇的上面。那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全程骑着马探索的，然后也没有特别精英级别的敌人，这些敌人都算是好打。那我们在上来的第一个房间可以捡到2个野兽血翼，接着绕着旁边的楼梯再继续往上爬。那这边的探索就是想办法找一些石柱之类的往上爬。爬到最上面之后，我们会看到一群黑胖怪物，它们的攻击会给你带来出血的效果。那把这些怪物都击倒，在其中一只身上必定会掉落一个血怪手臂。最后我们爬到眺望镇的最上方，这里也会有一个宝箱可以捡，里面可以开到会加感应数值的外在神奇传说护符。然后从捡到宝箱的地方往下走一个阶梯，在正前方会有一个还可以再往下走一点点的阶梯，这下面可以捡到一个4级的失色锻造石。最后我们可以再一次从传送点出发，这一次我们要走东侧这边，穿过这一片树林。那这边会穿过很多的闪电羊，然后撞一下其实还蛮痛的。我们往前走一点点，可以捡到大卫胡适的制作笔记。捡完这个笔记之后，我们先往上爬上这个石坡。那捡笔记的位置大概在我地图标示的这个地方。从石坡上去走到最后面，可以找到一间屋子，这里是画家的破屋，我们可以捡到一幅画《侵略》。这个侵略的位置其实就在我们刚刚击倒的龙的湖畔附近，所以等一下我就会带你们过去。那我们往回走一点点，回到羊群在的地方。假如说从西侧的峭壁绕过去的话，这里可以通到恩惠教堂。恩惠教堂里面分别可以捡到蓝露滴护符，以及在教堂外侧可以捡到誓约骑士的套装。好，那这边的所有探索我们就都完成了。最后我们回到大桥北方，去到刚刚我们捡到的那幅画的地点。从大桥北方出来之后，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类似刚刚那幅画的场景了。最后我们来到地图的这个位置，这里就可以看到跟画里面一模一样的场景，然后这边的画家也会出现，慢慢消失。在他离去的地上留下了一个蛇徽章盾。
盾牌的能力一般，不过这个盾明确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梅瑟莫的信息。好，那这部影片就把墓地平原西半侧的全部探索给完成了。下一部影片我们会进到贝瑞特监牢，完成在监牢里面的探索。这部影片就先聊到这边，看完喜欢的话，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。我是大海尔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